大家好，因为今年的年假比较长，这很像荒废已久的后院一角呢。比较大棵的不全是杂草，而是野生龙葵啊。因为前院还有不少的龙葵数量，就可以先进行清除。由于近日天气比较冷，风又比较大，后院有住家及围墙遮挡的效果，风会比较小，就转往后院整理种植环境。今年的鸡蛋花叶片天气虽然冷，但是因为围墙挡风的效果，叶片依旧没有掉光，勉强撑住啊。由于今年年假比较长，要很有效率的除草，过往提及的堆草槽就很重要。除完草之后，还要有堆放杂草晒干的空间啊。这样清除时就可以少掉脱土的过程。带土杂草的土壤可以保留下来之外呢，也可以避免脱土敲打的过程又掉落了一堆草籽啊。有空间的话，堆草槽设置好就可以使用很久。关于除草或是杂草管理，在换季前就算不进行清理，有些杂草也有季节性，会自动枯萎掉，换手转让给夏天的杂草生存啊。因此要完全清除杂草并不容易啊，只能尽可能做到减量的可能。这对于家庭种植蔬菜，学着与杂草共存的心态就很重要哈。因为若是主要种植的是蔬菜，要草生栽培会很辛苦啊。然而虽然说有些季节性的杂草会随着气候自动汰换掉，但是作物要结束生命前，都有神起延续生命的使命啊，会开始开花长草籽。也因此此时看似除草，但是清除草籽才是主要的原因。而鸡蛋花下方有堆放成团不好解开的甘蔗头啊，直接摆放植株下方，让土壤有自动分解的效果。时间久了就容易将土壤与甘蔗头敲开来。不过这要继续堆放着不处理也另有一番道理啊。除草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，但是反复经过几次的整理后，除草其实还蛮有趣的啦，因为这比种植还容易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尤其若是杂草还有额外的用处，也就会更有不同的耐心啦。关于耐心这件事呢，就从前来观看除草的小黑看起啊。这隔壁的小黑呢，每天都会报到。很特别的是呢，他到来之后，只会先在一旁静静等待。若是没有叫他呢，他就会这样乖乖的待着了。天气这么冷哦，他就这样在一旁打起瞌睡啊。所以也就只能先做好一部分，把他领到前院去啊。而惯性农法有个不好的习惯啊，通常会等到杂草长很高之后，才开始喷洒除草剂啊。但是除草剂的功效是消灭掉杂草的叶绿素啊，以至于叶片枯萎可以让杂草死掉。但除草剂对于草籽的消灭却没有用途啊，因此也就不断循环的进行喷药。若是习惯使用除草剂，个人有个浅见啊，在杂草还未长出草籽前，就要进行喷药。这样反复几次后，杂草长出的数量应该可以大大降低啊。唯一呢，这在惯性农法的场域需要很大范围，大家同时施作了，不然开放性的水源草籽还是不好加以清除。简单除完草之后，因为是封闭的空间，就可以大胆使用杂草与树枝转化而成的生物炭与草木灰。草木灰的使用，个人通常是大整地之后，避免土壤过于单调，会进行一次补充啊。使用的频率
大约就随着换季进行添加。关于碱性草木灰的问题，倒是可以不用担心啦，因为这灌溉河道的水与环保酵素都是酸性，可以让土壤慢慢又回到中性啊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阿布，我想看向日葵，你可以做向日葵给我看吗？接续就是来完成小孩子小小的心愿哈，习惯在菜园里种植一点花，可以顺道帮助判断土壤的肥力啊。这红火球向日葵正常可以长到70-80公分啊，不过原本种植的位置却只长到40-50公分就要开花了。移植后，除了可以在测试此处的地力，也顺道进行调整原本播种位置的地力啊。而一旁还有空间，就顺道做个小葱转大葱的实验啊。青葱的葱白要长到很长，需要不断的培土啊，这要有封闭且疏松的空间才方便操作。因为家庭种植比较少有深厚的培土封闭空间啊，所以虽然葱白可以长出呢，但是就算种植深一点，也大约20几公分就采收掉。这位置的封闭空间，就种个长一点的葱白给大家看看。而这槽内一旁种植的是黄姜，黄姜的气味浓度比一般的姜还浓烈啊。过往是当作老姜使用，不过后来发现提早采收的嫩姜，不但种植采收时间可以缩短，经过简单腌制后，在夏天也可以很开胃啊。因此也不用照料的黄姜种植就多了新用途。另外，这不嗜水的作物青葱与黄姜，因为后院的地势比较高之外，种植的槽内土壤也有再次进行垫高，要进行生植与培土，也不用担心过于潮湿啊。而葱、姜、蒜与辣椒等配料种植，发现有个特性，草木灰或生物炭都很有助长的力道。这些撒下去的黑炭，主要是由龙柏烧制而成，草木灰则是晒干的杂草。而要快速有效率烧掉比较硬的木头，可以采用火箭炉的原理，不但可以高温，而且火势集中啊，更可以有效率的将草籽消灭掉。烧制的材料只要晒得够干啊，产生的烟也就可以更少。一旁整理好的地呢，也一起调整地力啊。而因为春雨即将到来，种植的方式改采用立垄种植，立体化的菜垄可以延缓发生土壤板结的时间啊。浇水时，日后就可以浇在沟槽里，这样做可以降低土壤板结后土里不够透气，造成败根的现象。而这是自行撒种的福山莴苣菜苗，因为这是自行撒种，就可以奢侈的只吃好吃的菜梗部位啊，外叶全部摘除，因此种植的间距不用大。这一旁刚好有3颗根系没有刨除的福山莴苣啊，跟新种下的菜苗大小差不多，刚好可以直接比较两者生长后的差别。这后续发展的影片就等向日葵开花后再一起奉上。最后，因为气候的原因，据说番茄产量少，特别贵了。前院的小番茄已经有鸟啃食的现象。至于这大番茄，没有日照的条件下，成熟的速度非常慢，也就只能提早采下催熟的方式。以上分享。谢谢收看。